當佢去日本之前，1935年，佢曾經有個機會咧係去蘇聯留學，因為佢嗰陣時已經係共青團員啊。咁啊，共青團員咧當時咧嗰個組織上面就會派一啲有才華嘅年青人咧去蘇聯留學。當時咧就派佢去蘇聯學乜嘢咧？唔係學美術，學軍事。學軍事。咁結果咧就係通知佢喺上海嗰個碼頭度上船啊。結果個時間咧就遲咗，個船咧就開咗，結果就趕唔上船，就去唔成蘇聯啦。咁所以咧，後來黃新波就話啦，佢話如果我嗰陣時真係去咗蘇聯留學學軍事咧，佢話我而家肯定係個將軍，就唔係一個木刻家，唔係藝術家咧。咁喺初中1年級同埋初中2年級咧，佢係非常之活躍嘅。佢好中意文學啦、美術啦。咁佢咧當時有啲老師咧就介紹好多呢個當時西方嘅進步嘅文化嗰啲書籍啊、刊物俾佢哋睇，所以咧佢就好中意呢啲咁樣嘅有進步思想嘅咁樣嘅文學創作。同時佢自己又好中意畫畫。所以佢細細個嗰陣時咧，佢就自己攞支竹啊，喺地下沙上邊畫公仔啊，同埋同屋企人啊畫啲炭嘅相。我嘅爺爺咧，1922年離開咗呢個故鄉咧，去咗美國咧，到1945年嘅1月咧，就喺美國去世嘅。咁所以我爸爸一生當中咧，喺我爺爺離開咗呢個中國之後咧，佢只係見過佢爸爸一次。其實即係話佢從細就冇咗一種直接嘅父愛啊，所以佢就好渴望一種愛嘅。佢就將佢對佢父親嗰種希望嗰種愛咧，佢就轉化為對其他人嘅愛。所以佢係一個好重感情嘅、好富於感情嘅年青人嚟嘅。
讀初中嗰陣時咧，佢係有問題嘅，因為佢喺1932年之前喺台山第一中學度讀書嘅時候咧，已經係喺呢個日本人喺北京咧，日本人咧就喺準備侵略東北啊。9·18事變之後咧，就全國咧就要提倡一個抗日嘅運動，咁所以咧黃新波咧就參加咗好多抗日嘅宣傳，咁就即係得罪咗當時嘅政府。咁佢當時係因為寫咗好多詩啊，參加好多進步嘅活動啊，咁最後咧學校咧就要開除佢啊，即係唔能夠參加呢啲過激嘅咁樣嘅活動。開除咗佢之後咧，仲要捉佢，咁於是咧佢就只有離開台山。咁所以當時咧，新波咧，佢啲同學咧就講俾佢聽：你哋喺台山冇法子再繼續學習啦，你哋嚟上海啦。咁於是咧，佢哋啲同學咧就帶埋佢哋一共8個人咧，就離開咗台山中學，離開咗台山就去咗上海。1933，17歲，一種叛逆嗰個舊嗰個制度、舊嘅政府嘅一個咁樣嘅唔聽話嘅年輕人。當時喺中國嘅整個國家咧，上海係一個好重要嘅文化中心嚟嘅。上海集中咗中國最多嘅文化人，同埋當時嘅上海一個思想係上海係最進步嘅。當時一個就係新文化運動同埋呢個左翼嘅文化運動嘅中心都喺上海，所以咧所有嘅年輕嘅要求進步嘅年輕人咧，都好嚮往上海嘅。佢一到上海咧，就先讀中學、高中，讀咗幾個月嘅高中，之後咧佢就去讀一個上海一個咁樣嘅叫做新亞樂學藝全集所，一個咁樣嘅學校度讀木刻。嗰個學校嘅老師咧係唔係好多人嘅，學生亦都唔係好多嘅，但佢又分開文學系呢個木刻系等等啦。咁初中嗰時，黃新波去到上海去讀呢個咁樣嘅專門個專科學校咧，佢就想學文學嘅。但係咧嗰年咧，即係報文學嘅學生等於0，所以咧就即係學校咧就唔設呢個文學專業啦。咁結果咧佢就報咗呢個木刻，喺嗰度學咗3個幾月咧，呢個學校就解散咗啦。解散咗之後咧，咁佢咧就離開咗嗰間學校之後咧，就自學呢個木刻。藝術家嘅作品。因為魯迅先生佢提倡呢個新興木刻運動嘅時候咧，佢係介紹咗當時西方好多嘅優秀嘅木刻家俾呢個中國嘅。1934年嘅年初咧，佢就最早就將佢刻嗰啲木刻有幾十張，大概有50幾張木刻咧，就交俾魯迅先生。咁啊請魯迅先生幫佢提意見。咁呢啲咁嘅
作品俾到魯迅先生之後咧，魯迅先生就曾經同佢有個書信嘅交往，寫信俾佢。咁呢個嚟講對佢係一個好具體嘅幫助。佢當時佢就收集咗好多呢啲咁樣嘅有優秀嘅呢個西方嘅木刻咧，將佢編成書。魯迅先生出咗好多個咁樣嘅木刻集，譬如將呢個比利時嘅墨索萊勒啊，仲有譬如克洛維茲嘅作品啦，仲有好似俄羅斯啊、蘇聯同埋當時嘅一個法國啊嗰啲咁樣嘅西方各國嗰啲咁樣嘅藝術作品啦。咁黃新波咧一直就按照魯迅先生呢個咁樣嘅精神，即是話咧將木刻變成咗一種關注社會、一種反映社會同社會現實結合好緊嘅咁樣嘅藝術形式。咁用呢個作品咧嚟到承擔對一個社會嘅一個責任。當時魯迅先生就提倡一種連環畫。呢幅畫咧，全部而家嘅原作咧係喺呢個魯迅嘅博物館寄俾魯迅先生，魯迅先生收藏咗。當時嗰啲咁樣嘅農村裏邊嗰啲地主啊，嗰啲咁樣嘅土豪劣紳啊，土豪劣紳即係嗰啲土匪啊，同埋國民黨即係當時嗰啲咁嘅兵啊，佢哋就強制農民要交租。即使佢冇得收成都要佢交租。你唔交租就要拉人。但係咧，農民咧，佢呢個連續畫亦都表現農民佢哋團結起上嚟，最後咧就將呢啲壞蛋趕走咗。N K 木刻會係當時上海美專啊裏邊即係願意搞木刻嘅學生，大家自動組成嘅一個藝術團體。呢個藝術團體咧就係通過呢個參加一啲咁樣嘅民眾嘅活動啊，佢哋去工人嘅去工廠，去一啲咁樣嘅勞動人民嗰啲咁樣嘅勞動嘅場所度去了解勞動人民嘅生活之後，翻嚟創作一啲木刻。咁呢個完全係一個年青嘅木刻學徒，佢哋去進行一個藝術交流同埋藝術活動嘅咁一個組織嚟嘅。學生組成嘅。呢個就從中國嘅新興木刻運動佢嗰個即係嗰陣時嗰個精神啊，係好一致嘅。即係話我哋嘅木刻創作咧，要反映社會，要反映呢個勞苦大眾嘅生活，要揭露呢個社會嘅不合理嘅地方。咁後來因為咁嘅原因，因為佢哋因為咁樣嘅想法咧，佢哋就得罪咗當時嘅國民黨政府。一個咧就佢哋當時中國叫做熱血青年，唔怕死嘅，所以佢哋唔驚嘅。1937年呢個中日戰爭爆發啦，正式爆發啦。於是咧，佢就離開咗上海，就年底咧就去香港。喺中國嘅抗日戰爭裏邊咧，呢種咁樣嘅
去不同嘅地方度生活同埋工作。喺中國就叫做走難。去咗香港之後咧，佢就先去咗翻嚟廣東嚇，喺廣東嗰度參加一個咁樣嘅抗日嘅部隊。當時咧，黃新波喺1938年喺廣州咧就加入咗中國共產黨。咁喺裏邊咧，佢就做教官啦，教文化、教音樂，大概係有3個月嘅時間咧。嗰個部隊裏邊咧有特務，又要捉佢哋，因為佢哋係抗日嘅，所以咧佢又走啦。咁又從呢個廣東嗰個抗日嗰個軍隊裏邊咧，就去咗廣州。嗰個組咧係一個對日宣傳嘅一個咁樣嘅工作組嚟嘅。作為一個藝術家嚟講，一個戰爭過程裏邊，首先佢嘅生活唔安定啦，生活困難啦，但係咧仲要表現咗一種對侵略者嘅咁樣嘅非正義戰爭一種咁樣嘅反抗啦。所以佢喺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喺個戰爭期間咧，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期間咧，佢就喺呢個幾個不同嘅地方流亡啊。喺呢幾個地方流亡嘅時候咧，一方面佢作為藝術家，佢要創作一啲藝術嘅作品去對抗呢個侵略者；一個咧就係佢係要組織一啲美術活動，譬如好似舉辦一啲展覽啦，嚟到對老百姓進行宣傳啦。同時喺呢段時間裏邊，仲有一個問題咧，佢自己亦都係有一個咁樣嘅，曾經有喺藝術創作上邊咧，佢有一個咁樣嘅可以講話一種追求，同時亦都有一種苦惱。佢所表現嘅形式咧係比較含蓄，甚至係比較有詩意嘅，係帶有理想嘅，係帶有喺嗰個黑暗時期對未來一種憧憬啊！所以佢嗰個藝術表現形式咧，佢就會同埋好多嘅當時藝術家係唔同嘅。咁呢種咁嘅形式對當時嘅嗰個形勢咧，好多個即係同一陣營裏邊嘅人咧，都認為佢係一種唔係一種好堅定嘅，唔係一種好陽光嘅，而係一種消極嘅、頹廢嘅，甚至係資產階級嘅嗰種情調嘅表現。呢個喺中國嘅藝術家裏邊，好少去表達敵方嗰啲人嗰個反戰精神，就係反對非正義嘅戰爭係全人類嘅事情嚟嘅。所以呢個就有一個叫做普世價值嘅問題。好長時間以嚟喺共產黨呢一邊，佢係唔承認呢個普世價值嘅。所以我爸爸呢啲思想喺佢嘅作品裏邊反映呢啲咧，佢唔會受到一個好大嘅支持。並且佢自己係一個壓抑，所以喺佢一生裏邊咧，我覺得佢係有陣時好孤獨嘅。嗰陣時候已經係呢個日本人咧要攻佔桂林啊、廣西啊，我爸爸咧就一路上已經冇錢㗎啦。冇錢就只有賣嗰啲賣衫啊、賣隨身嗰啲物品咧，嚟到希望攞嗰啲錢嚟到作為一個逃亡嘅路費。移山嗰個地方咧，偶然之間喺路上面碰到佢以前一個朋友，嗰個朋友就話：新波，佢話英軍呢個服務團啊，嗰時叫英軍服務團啊。佢英軍呢個服務團咧，佢想揾一個藝術家、畫家同佢畫一啲畫，呢啲畫都係抗戰，即係反法西斯嘅。咁好啦，咁我爸爸就答應咗，就畫咗幾張畫去試交俾佢哋。
結果後來佢嗰陣時叫做唔係叫做心理作戰部，嗰陣時叫做英國民軍英國服務團英國民軍服務團啊。咁一睇到啲畫咧，咁就認為非常之好，咁就接收佢為嗰個機構嘅一個美術家。咁並且咧俾佢有比較好嘅嗰個經濟即係個待遇啦。咁佢就好高興。從宜山後來通過桂林通過貴陽，就再去到昆明。喺昆明就一路做到抗日戰爭勝利1945年嘅9月，全部嗰個機構搬翻去香港。咁喺香港度咧就繼續做到11月份咧。咁呢個民軍呢個咁樣嘅機構咧，佢個歷史任務完成咗，就解散。我爸爸就認為咧，人嘅精神上嘅追求係無止境嘅，但係人對物質嘅追求唔能夠無止境嘅，因為咧物質嘅追求，如果你有咗1萬蚊，你就會想2萬；有咗2萬，你就會想10萬。佢呢個係對物質嘅追求係無止境，係呢個就唔好嘅。人應該有個對精神上嗰個即係精神上嗰個追求啊，即係有嗰個滿足。佢呢個係最高嘅境界。因為佢嗰段時間咧，戰爭結束啦，有個平穩嘅生活啦，能夠安靜落嚟去畫畫。佢喺香港啦，哇，見到好多啲個西文嘅書店啊，佢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嗰啲西洋嘅畫集，所以佢就吸收咗好多呢啲嘅西洋畫家嘅作品嘅特色啦。譬如好似畢加索啊，譬如好似佢見到個哥爺啊，譬如好似見到呢個梵高啊，或者係嗰個莫奈啊呢啲咁嘅畫家嘅書同埋作品。但係咧，佢又可以組織一啲咁樣嘅藝術嘅活動，譬如好似組織人間畫會啊，組織人間書屋啊，去完成咗佢原來對一個咁嘅理想，即係話將佢哋嗰啲藝術家合埋一齊嚟到去搞一啲咁樣嘅同文化有關嘅咁嘅出版啊、展覽啊、藝術沙龍啊呢個交流咁樣嘅工作，咁佢就非常之高興咯。What I have learned, Human Arts Club is an organization which is a place where all the artists from mainland, all the scholar, writer, all those intellectuals, where they meet. In English, it's Human Arts Club, but in Chinese, is where or what is happening now. Literally, it'll be the meaning of 人間畫會、人間畫會 is what is happening right now. Their work or their belief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o that's why Wang Shunbo has a daytime job as a journalist at that moment of time. So they gather they make friends with different parties and try to make the future govern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a better situation, or their work would be a lot easier. I think this is what they work, what they did, why they form a Human Art Club. I think after World War II, after 1945, Hong Kong is quite a community that, with all the immigrants from China, most of them are poor, underprivileged,
glasswood. They leaned on. At that time, there's no welfare system for them to help them, so they have to live on their own. The subject matter is all about the life. There's also the life in Hong Kong, the ordinary people.呢度就係九龍啊！呢度就九龍，應該係西九龍，香港嘅九龍嘅西邊。對面好遠嘅地方咧，就應該係嗰個通往大陸嘅嗰個香港深圳到廣州一個大橋。我當然真係中意香港啦，因為我喺香港出世嘅。並且我嘅爸爸、我嘅媽媽都長期喺香港生活，而且咧喺而家香港係一個世界上邊最先進嘅城市之一啦。佢最大嘅特點就係佢有自由。但係咧，我嘅印象當中喺香港嗰陣時，香港都好多百貨公司裏邊好多玩具好靚嘅，但係我喺香港時期，我個童年一個玩具都冇玩過嘅，因為佢冇錢買。但佢有錢咧，佢就去買佢嗰啲書啊。咁但係我爸爸喺香港咧，亦都曾經送過一本好靚嘅英國嘅兒童畫集俾我。呢個就係我留喺我記憶當中嘅一個印象，就係我冇玩過玩具嘅，一個都冇。但我好想，雖然我爸爸都中意錢，但係相對錢嚟講咧，更加重要嘅係精神上嘅追求，精神上嘅滿足。我係日本人佔領香港嘅第二日，1941年12月26日。我對我爸爸第一個記憶喺昆明。喺昆明，我大概3歲幾，我去參加佢嘅畫展，結果咧我就唔迷路啊！我拎住張凳仔喺嗰個昆明個街上面行下行下，蕩失咗，喊。後來我爸爸咧就揾到我，接我翻嚟。呢個係我有記憶嘅第一件事。所以我細個記憶咧，我就跟住佢參加佢嗰啲藝術沙龍啊，同朋友一齊，咁我就跟住佢哋飲咖啡咧，我就飲其他，同埋咧帶我去教佢啲學生畫畫嗰陣時咧，去公園去即係郊外啊寫生啊，咁我呢啲仲有印象。1950年，我爸爸先翻嚟廣州，係49年。我同媽媽，我哋屋企咧係1950年年初翻嚟廣州。我喺廣州讀小學、中學、大學咧，我就去咗呢個天津讀大學5年。讀完5年大學咧，就留喺天津度做老師，一路到1980年，我爸爸死，我就翻嚟廣州。喺廣州就一路喺學校裏邊教書，到我退休。咁我平時咧，我去咗北方之後咧，我每年寒暑假都要翻嚟睇我爸爸嘅，因為佢要求我一定要翻去探望佢嘅。同埋我離開咗廣州之後咧，我16歲幾離開廣州去北方讀書，
佢要求我1個星期寫一封信俾佢。呢個咁樣嘅要求一路做到佢死之前20幾年，我每個星期一定要寫信俾我爸爸。如果我唔寫信俾佢咧，佢就唔高興噶啦。所以咧，呢啲信我哋之間嘅通訊，幾十年嘅通訊，我就保留喺度。呢個係我嘅好好嘅回憶。即係我爸爸咧，係一個好熱愛生活嘅人，非常之好強嗰個熱愛生活呢種咁樣嘅感情。但係咧，好可惜佢命好短啊！64歲佢就死咗啦。我知道佢好多嘢佢未完成嘅，佢有計劃，但係佢一生當中咧，佢個主要精力咧都放喺好多嗰啲咁樣嘅雜務上邊啊！佢根本就冇時間去做自己更多嘅嘢，譬如包括佢藝術歷史嘅整理啦，譬如佢仲有好多未完成嘅工作啦。咁所以咧，我總係覺得咧，如果我有能力同埋有精力嘅話咧，我盡可能希望能夠完成佢嗰啲即係未曾完成嗰啲事情。我能夠完成佢未曾能夠完成嘅事情咧，主要就係對佢嘅一個藝術歷史嘅一個咁樣嘅整理嘅同埋將來可以提供呢啲咁樣嘅材料咧，留翻俾後人啦，或者係對佢有興趣嘅人啦。我能夠做幾多我唔知，但係咧，我希望我能夠盡力去發掘同埋去尋找嗰啲已經根本就已經係差唔多泯滅咗嗰啲咁樣嘅歷史啊。而呢啲咁樣嘅工作咧，喺目前中國咁樣嘅文化氣氛底下咧，即係有好多原因，即係話呢啲工作咧，可能我去做咧，可能就更加能夠比較嘅認真同埋比較有可能咯。所以我就即係話咧，係完成咗一個對我爸爸佢未曾完成嘅工作嘅，我希望係一個嘅繼續。佢1949年9月份翻嚟廣州，咁之後一路到佢1980年3月7號病逝，差唔多30年係喺廣州工作。佢喺廣州工作嘅主要內容咧，就係一個美術嘅組織工作。佢初翻到廣州之後咧，就主要嘅工作咧就係喺一個華南文學藝術學院嘅美術系嘅教授同埋主任，呢個係最早嘅職務。之後咧，佢就組織建立好多個美術機構啦。咁但係佢作為佢喺中國裏邊佢擔任所有嘅職務咧，呢個職務嘅主要嘅功能咧，就係去發展當地發展廣東呢個南方嘅美術嘅藝術嘅創作。所以佢當時嘅主要任務咧，就係點樣創造更多個條件俾藝術家能夠創造出更多個作品。咁呢點嚟講咧，佢係中意做嘅。佢過去幾十年咧，佢都係咁樣做嘅。但係問題係咧，佢國內喺有一段時間，佢限制咗佢作品嗰個題材啊。作品嘅題材，即是話咧，呢啲題材咧係應該係反映咗呢個中國嘅呢個叫做工農兵嘅生活，工農兵嘅題材為主。
即是話咧，文藝要為政治服務，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呢個就係毛澤東佢嘅文藝思想。但係呢個思想嚟講咧，即係對於我爸爸嚟講咧，我覺得佢可能佢唔係話好完全理解嘅。應該佢認為咧，藝術應該係百花齊放，呢個係佢好明確。而毛澤東佢哋咧就認為呢個所有嘅文學藝術係有佢嘅政治性。呢點嚟講，我爸爸就唔係好同意，所以佢喺佢嘅作品裏邊咧，佢係只能夠係一種咁樣嘅含蓄嘅一種咁嘅哲理嘅一種咁嘅表現形式。同埋咧就係喺佢作品裏邊就反映咗佢一個對社會嘅理想。呢個中國有名嘅一個藝術家黃永玉，佢曾經想過，佢話黃森波佢嘅藝術思想啊，佢嘅美學觀點係西方嘅，西方嘅美學觀點喺中國唔允許存在嘅。但係黃森波嘅美學思想係西方嘅，但係點解佢能夠即係喺中國嘅咁多次運動裏邊，除咗文化大革命係嘛？佢點解能夠可以即係話冇受到更多嘅觸動咧？佢就話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咧，因為佢係魯迅嘅學生，佢嘅資歷啊，即係佢嘅藝術資歷同埋佢參加呢個中國嘅過去嘅革命嗰個資歷長。呢個魯迅先生嘅學生喎，係嘛？魯迅係推崇嘅，所以唔敢喐佢。第二個咧，佢森波嘅人咧心地太好啊！即係佢對所有人都好，佢從來冇即係話去攻擊嘅人哋，或者係去加害於人。所以咧，即使有人想搞佢，唔同意佢嗰啲咁嘅美學觀點，但係咧都唔忍心搞佢，亦都搞唔到。呢個就係佢點解能夠喺咁樣嘅喺複雜嘅咁樣嘅環境底下，保持佢自己嗰個藝術思想，同埋盡可能嘅使到佢藝術思想能夠喺佢嘅作品裏邊表現出嚟。呢個係非常之唔容易。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個智慧。黃森波咧就批鬥啊，就作為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嘅當權派，同埋一個資產階級嘅權威，同埋一個帝國主義嘅文化特務啊！呢幾個帽子咧就俾佢啦。於是咧佢就冇咗任何自由噶啦，佢就會去鬥佢啦，開大會咧要去掛黑牌啊！一個黑牌掛喺頸度啦，然後就低頭啦，然後就呼口號啦，打倒啦，然後就打啦。呢個係文化大革命開始好犀利嘅，但係我爸爸嗰陣時身體就好唔好噶啦，
任何一個人隨便都可以入你屋企去攞你啲嘢，所以我哋屋企啲嘢，所有呢啲咁嘅書啊、木刻啊呢啲嘢，全部佢哋攞走晒嘅。呢啲嘢係後來文化大革命結束，文化大革命未結束，即時應該係我爸爸解放，即係話70年代中咧，慢慢就還翻，但係都唔見咗好多嘢啦。熟悉佢嗰啲周圍嘅朋友，好多都要做佢個反嘅。以前係好好嘅朋友都會咁樣反對佢嘅。咁但係有啲知道佢有病，而且知道我爸爸嘅心地好好，所以咧有啲人要打佢，佢就唔俾打，即係保護佢。嚇，呢個就係1966年到1967年嗰個時期啦。嚇，咁後尾咧，後來咧就將佢運咗去，關咗去一個學校裏邊集中。咁啊之後咧，到應該係1968年之後咧，就去咗五七幹校，然後就勞動改造，就去咗舊陣時勞改場啊，去嗰度監督勞動改造，同埋寫嗰啲交代材料，同埋繼續批鬥。咁之前嘅批鬥咧，都係好衝擊力好大嘅。將佢放喺一個卡車上邊，喺廣州裏邊遊街啊嚇，即係話幾個牛鬼蛇神放喺個卡車裏邊耷頭，嗰啲大卡車咧就將呢啲牛鬼蛇神就喺廣州各個地方去遊街，即係話呢啲係壞蛋啊。所以嗰陣時個精神上同埋肉體上面咧，都係好折磨得好犀利。都有好幾年啊。同埋我哋後來即係爸爸即係冇咗事啦嚇。後來我哋問佢：你曾經有冇想過死㗎？佢話有嘅，有個咁嘅念頭，有自殺嘅念頭嘅。因為實際上佢好多朋友喺旁邊，好多都自殺嘅。我自己屋企我都有啲親戚咧，就係文化大革命當中即係士可殺不可辱啊！我有好幾個親戚都係文化大革命自殺嘅。我爸爸嘅最好嘅朋友亦都係自殺，所以佢自己話我都有自殺嘅念頭嘅，但係最後都冇咯。係啊，佢有一個性格好感情好強烈嘅人嚟嘅，因為佢係藝術家，所以佢明即係話佢唔能夠承認佢話佢自己係一個壞人，同埋承認佢過去所做嘅事，所有都係唔啱嘅。即係話佢即係呢種咁樣嘅強加嘅咁樣嘅罪行，佢冇法子承認嘅，所以佢內心非常之痛苦，但係又冇辦法。1971年啊，寫好多檢查啦，承認錯誤啦，同埋佢身體唔好啦，後來就放咗佢啦。放咗佢之後就冇事啦，即係冇問題啦，就唔係話牛鬼蛇神啦。咁嗰陣時候咧就又過咗2年，咁就因為佢冇事啦，咁後來就平反啦。平反之後就啲嘢退翻俾佢哋啦。我當然好快樂啦，係啊。但係亦都好惋惜啊，因為我爸爸文化大革命佢50歲，文化大革命結束10年，文化大革命佢變咗60歲，喺人生最好個年華裏邊咧，佢係咁樣浪費咗啦。所以我好惋惜佢嘅生命，同埋好惋惜佢嘅藝術生命。喺咁嘅情況底下，佢都忘我嘅，佢仲依然咧就係整個人投入咗佢嘅工作，同埋投入咗佢嘅創作。所以我覺得我好難理解佢係喺呢個醫學上面，佢簡直就係唔能夠工作嘅一個人。但係佢最撈尾嗰2年仲可以創作出咁多個作品，同埋做咗咁多嘅事。即係佢雖然佢身體咁差，但係佢覺得人生
嗰最寶貴嘅實驗咁樣過去咗，佢覺得叫做佢寫過一首詩嘅，就係人説歲月如流，我説流港歲月啊，即係話咧失去咗個時間，一定要拼命將佢贏翻嚟。所以佢就係咁樣將全部嘅身心喺用於佢嘅工作裏邊，佢要補償翻文化大革命嘅10年嘅損失。我覺得咧就留俾係世嘅意義即係一個咧就係通過佢呢個藝術家佢一個人生嘅嗰個歷程啊，就可以第一個咧就通過佢呢個人生歷程裏邊所創作出嚟嗰啲咁樣嘅作品咧，係反映咗中國，幾乎係反映中國現代史嘅各個階段嘅。所以佢嘅作品咧係同時代應該係同脈搏嘅。所以咧睇佢嘅作品就相當於睇一個咁樣嘅中國嘅歷史。另外咧，通過佢嘅作品咧，能夠俾人民一種精神上嘅一個咁樣嘅滿足，係一個積極嘅，即係一個積極嘅意義嚇，俾更多嘅讀者能夠得到一個咁樣嘅向上嘅一個咁樣嘅精神嘅境界。所以我覺得我爸爸啲畫咧，即係幾十年佢個情操咧係好高尚嘅。另外咧佢就仲有一個咧就係當然啦，作為我嚟講咧，我爸爸冇講啦。我相信咧，因為佢雖然佢唔係一個好偉大嘅畫家，但係佢畢竟喺中國嘅呢個藝術史裏邊咧，佢都曾經做過好多嘅嘢。所以我而家嘅全部精力咧，我就去做呢件事。當然，我爸爸對我係非常之愛嘅，咁我亦都係好愛佢。